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to stay. 好，各位伙伴好，我们今天的日期来到2025年12月31号。那我们今天的主讲蔡文煌主委已经来到线上，那我们直接就邀请我们主委来直接为大家开启我们今天的讲题，好不好？就是好，那个主委这边就麻烦你咯。好，谢谢这个主办单位支援哈。那首先，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倒数了啊，倒数了，各位还能够拨拢来跟我们共同来为童军的更美好的日子哈，这个来共同研讨。那我今天要讲的大概就是4大社团的引进跟我们童军的这个合作了啊。童军的发展史啊，大概都知道，一开始是由学校嘛，好，那个属于是官方来发展啊。那一直以来大概都是学校体系在主导，那慢慢的是走入这个社区团来加以这个成团啊。那社区团发展到一个程度以后，那慢慢的就进入了这个宗教啊。宗教那当然宗教团体最早是佛光山哈，那现在的话就是一贯道啊，一贯道现在也是很夯的哈。我们的现在的国家训练营主任就是一贯道的这个的道亲啊哈。好，那慢慢的我发觉这个已经是组织上哈，也没有什么在能够比较强而有力的来跟我们童军活动来做一个配合合作啊。那这一段时间，因为组织发展也是世界总会要求的一个委员会，那一直的26届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委员会啊，没有，因为他找不到这个适合的主委来推动这一块啊。那到27届的时候前秘书长这个苏秘书长他有发觉到说这个青商会，因为青商会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跟我们童军总会签有一个备忘录就是共同来推展童军啊。这个时候，这个苏秘书长刚刚是第27届的这个理事长是这个我们前市长嘛那就因为有一些事情，现在就没有再参与这一些他本身就是对于这个社团方面他比较有在经营在政治人物来讲对于社团有在涉猎有在经营的人他这个比较有眼光的看到说，真的要社会资源来跟童军做一个合作的话，这4大社团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单位一个单位那刚好这个郑理事长是我们桃园市市长我本身也是桃园市的理事会的理事一直都在那边那个时候我成立了一个叫童心福人社童心福人社基本上就是童军社只是说讲童军对福人社来讲，这个好像不容易去招到新的这个社员后来就改为童心童心基本上我们本来的组织架构大概就是希望说童军们一起来那在这个机缘之下，那个郑理事长就是说，那就是由我来推这个4大社团的这个结合那本身因为我参与福人社已经将近30年
1998年参加大成。那当然四大社团都会彼此有联系的那个久了以后就会有认识其他这个四大社团的一些朋友，那我们就想那就结合这个四大社团来结合我们的童军，那这是一个刚好有这个机缘还有这个机缘那再加上现在整个总会也在讲这个年轻化这个，所以这个年轻化里面四大社团来讲，当然就是以青商会来讲，他们是最年轻青商会的组织架构，它是40岁以上就是 OV 了他就不能当这个他们的这个青商会的会友，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职务了但是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参与实际上的这运作那世界总会大概也类似有这样的感觉啦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感觉后来想想也真是的，就是童军本来就青少年活动本来就是青少年活动，所以年轻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年轻化来讲，以总会的角度，当然是靠罗浮这一边罗浮这些当然最年轻就是罗浮所以罗青委员会就一下子就发达起来了那就是受到很多总会上的这个去认识到这一些但是我们看得到的是罗浮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点在，你罗浮在大专院校的时候，当然他可以全心全力的去投入社团活动，但是他毕业以后呢？毕业以后，你工作最重要的，你没工作，肚子都填不饱了，你还去搞童军活动那所以这个部分中间会有一段的这个空档会有一段空档因为他在拼事业，但那找工作嘛除非你就是像找到一个民主就是我们的公关委员会的这个盛孝明先生他现在就在我们理事长的公司上班，那当然他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全力去推展童军活动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幸运所以我们很多培养出来的罗浮人才就这样子的流失当然有的时候不是他愿意的流失了以工作以生活为重嘛那慢慢的他没有办法再去接触到童军这个活动。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的杨秘书长杨永清杨秘书长，杨秘书长也是以前是成大的罗浮那毕业以后就脱节了，不是脱节就没有办法再去接触童军。那一直到他小孩子长大了参加童军以后，那个随校他才去跟随校团接触到他是这个童军有机会让他服务他就再回到这个童军这个领域上来所以在罗浮这一块，我们也是在组织发展委员会来讲，我们这一届的重点，也就是将罗浮第一个就是在平常的时候，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尽量去让我们四大社团接触，因为四大社团既然是国际性的社团，我们会有很多国际性的会议或是我们自己的会议那这个时候有机会就让我们的罗浮来参与来参与那来参与的过程里面，当然就会去认识一些企业主，因为四大社团基本上我们都有一些门槛
啊，一些工作上的门槛，也就是说，你最起码在这个社会上是一个中间以上的这个干部啊，甚至老板也是嘛。我们很多的这个老板啊，本身就是扶轮社友，或是青商会啊，或是狮子会这一些的这个，像我们的这个国家训练营营主任也是青商会会友啊，我们的理事长啊，这个高理事长也参与过扶轮社啊，也参与过扶轮社，所以我们让在罗湖这一方面，我们是希望就是能够让他们多接触啊，能够多接触啊，那接触以后，当然就是让他随习他以后毕业以后啊，能够去找工作的时候方便啊，那就跟企业主熟的话。那这方面，如果说我们的企业主本身也是我们童军的伙伴，那是不是他进入这个职场以后，他要去参与童军的机会就会比较多？那他刚刚才毕业，刚刚才离开这个罗湖，那因为工作的关系，老板也赏识你，那我要请个假去全国大陆游，老板本身搞不好他还是工作人员呢，他都跑第一啊，那这样子的话。啊，在请假上会比较方便啊，比较不会受限那么多，然后会让他要继续参与童军活动，就会有比较多的机会那我们希望的是在罗湖这一块能够协助他们的地方啊。好，那这个是四大社团的起源起源哈。那接下来因为童军总会在28届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哈，各位应该是会感觉得到了哈，会闻到味道哈。以往的这个总会的运作大概都是由学校的校长教职人员在做领导比较多，做领导比较多。那因为他有他的历史背景，也有他的需求了也有他的需求，所以我们的总会的活动，老实讲就是钱的问题很多都是还是靠这个教育单位啦，靠教育单位这个在搞那这个老实讲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童军发展的方向以台北市来看台北市跟高雄市我们都看得到，他们的这个理事长童军会的理事长都是社会人士那其他像桃园也是桃园跟其他嘉义市也是嘛，很多都是找这个局长市长去当理事长嘛那当然这样子就是要经费，当然就是完全从大部分那我们知道童军是民间社团民间社团不能完全靠这样在发展。如果按照这样在发展个人认为它是一种畸形不是很正确的然后国外在发展也不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在28届的话看得到第一个年轻化以外，第二个就是企业化那所以总会这边的工作人员，我们可以看得到鸡飞狗跳了因为以前的上班模式跟现在不一样。那企业化在经营，当然就是以它的这个成本问题会考量的很多那另外的话在经费的取得方面经费的取得方面我们会多一方面的这个管道就是由企业界来介入的话会比较好那你完全靠教育单位来，那如果有一天这个市长这个不支持你的话，那你怎么去搞这个童军的发展，这样我发觉这不是一个很正确的模式
所以我们引进四大社团就是标准的企业化，因为这些人都是企业人员的这个引进。好，这个是我们组织发展当初就是27届我们成立的时候的一些缘起了那延伸到28届那很感谢28届的这个秘书长也很体认我们所以在选举完以后成立的委员会我们跟国家训练营是同时任聘了这个新的主任委员新的主任委员目前是由福伦社的这个一个前总监来担任那这个因为四大社团它有一致的规范它的这个社长他的会长都只有一人那我们也希望说组织发展委员会如果是朝这个方向要走的话，我们的主任委员我们希望也都是做一任就好，那一任已经有3年了嘛我们希望这样去走，让这个人才很多了不是只有一个所以不要弄太久，所以有一些县市我们都在鼓励你这个总干事的任期应该是要定规则了要不然久了就会有弊端了这个统计活动弄久了就知道就是那太久了弊端就跑出来了就据地为王那这或者对于发展组织发展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好，那至于四大社团目前的这个跟童军的状况的这个合作状况是怎么样以青商会来讲，因为青商会大概就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主干因为青商会它年轻，而且它的小孩大概都有小孩都有小孩那因为有小孩的关系，如果你让他回到童军来，几率是比较大那因为童军的发展，你目前来讲应该是以幼童军跟智龄童军为骨干为骨干。如果你到这个童军，你要先去成立的话，有一点困难因为他已经国中了，国中会受到升学压力的影响生活压力的影响。另外学校团目前童军的学校团应该还是以国中为最主要的主干，因为他国中有童军课嘛那这方面比较这样，所以我们从小扎根，因为你幼童军最好是智龄就把它收进来那智龄幼童军以后，当他国中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有情感了，你就直接把他升为童军，而你的团成为护士团的话，那慢慢的这个童军的人数自然就会增加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年龄也是会有1年的这个重叠嘛等于国小6年级他就可以参加童军了参加童子军了他就不是说你要国1以后才去参加童军了那个就是一个衔接的作用，能够留到人的作用那青商会因为它发展的很早那很早就与我们总会签有备忘录叫合作备忘录，所以他们成立的运作的模式就比较长久对，他们在台北市早就有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青商的团我现在讲的青商团也好，扶轮团也好这个狮子会团也好那这些我们希望的是主任委员是由你们这个社团来当而不希望说你就拿一些钱到哪个学校去赞助他的这个童军活动因为你这样去赞助会有一个弊端，就是有一时没一时今年有明年会没有
也不一定，就是说，因为每一个社长团长的社长或这个会长他要的政绩是不一样的而且这样对他来讲，他不会有什么吸引点。对他本身的社团来讲，他只是纯粹是一个社会服务嘛，他本来就是青少年服务嘛，这样子对你这个社团来讲，没有什么利基点你这是社会服务就去做一个社会服务这样子不会长久不会长久对我们红军发展上来讲，也是断断续续因为你靠人家这个社团如果不支持你就不要。所以我们希望的就是说，由你社团的人自己成立团务委员会，然后去成立一个团，这样比较会长久，那青商会就做得很好，他已经在台北市办哪一团已经很久，他已经有一团而且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他们也自己全部是青商会的这个会青商会的会兄会兄在台中112期的幼童军募章基本训练，他们已经办了1期的那效果会非常的良好了因为这样就能够把它这个扩散到整个社团里面去。所以因为他这一次办的这个幼募基以后，他在台中的潭子也已经成立一团已经在台中市这个理事会已经有登记申请到团号了那南投也积极的在办南投跟救国团他们是有合作过的那但当然他会以青商会的名义去办这个团那另外在桃竹苗他们也在筹备会也已经成立了那这个青商会来讲是以目前来讲发展的应该就是最好的最好最完备还甚至他们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办了一个募章持有人联会。募章持有人联会完全是他们青商人那办这个就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增加我们童军伙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职万委员会也在明年会去办一个4大社团的募章持有人联会那因为很多的这个罗府也好那其他的社会人士也好他拿到了募章那因为没有团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参与服务久而久之就会散掉那你把它找回来那只有靠募章持有人联会能够去把这个线拉回来这个大概就是青商会目前办的比较好的地方，它比较成熟那第二个扶轮社的部分扶轮社我们在世界总会里面有一个叫扶轮童军联谊会叫 IFS 这个的组织在总会在美国那当然就是世界各国的话也都有分会那我们台湾的话目前是由我为负责人那这一些我们这个童军联谊会在之前就已经跟我们世界童军总会也签有备忘录，就是互相的去发展所以我们世界联会扶轮社的世界联会明年在我们台北在台北，那这个负责人也会过来那趁着这个机会，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童军总会来签一个备忘录
到这个推展童军的一个备忘录啊，那这样就比较正式的去做一个合作了哈，这么一个合作啊。那因为这个世界联会在台湾的过程里面啊，我们会有一个叫友谊之家哈，友谊之家就是会设一个摊，跟我们世界大陆人一样，会有设一个这个你们国家的这个摊位啊。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时候借这个机会啊，让国际的这个胡人人能够认识到，我们胡人自己也有童军啊。那最主要是2029的罗湖大会在台湾嘛，那我们那个时候也会这个请罗湖啊支援我们啊，那在现场摆一个推展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有一个胡人童军联谊会的关系，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能够结合已经在台面上的这个胡人社友是童军人，或是对童军有兴趣的，所以我们才很快的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式的成立为我们的胡人童军团，在桃园市成立我们的胡人童军团。那主任委员当然就请我们现任的这个总监哈，就这3507、3550的这的总监但是总监四大社团的总监都是一人一任嘛，我担心如果明年的总监不支持我童军活动怎么办？所以我们的这个团务委员会不是胡人社的某一地区某一地区你就会受到总监任期的限制，所以我们的团务委员我们的名字是胡人童军联谊会胡人童军联谊会就是我直接跟世界总会是直接下达的所以我不隶属于你胡人社哪一地区不负责哪一地区，我们等于跟地区的这个总监是平行的是平行那这样在运作上比较不会受到这个人事上的影响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四大社团在跟童军合作的时候在成团的时候这方面应该是可以给他们做一个参考给他们做一个参考好，那个这是我胡人社的部分再来狮子会狮子会事实上在台北市很早就有一个狮子团狮子团那个时候早期真的是有童军就由胡人社友去赞助成立的但是因为没有一个系统的交接没有一个系统的交接，那所以到现在已经脱离了当然他已经不是由狮子会的人来主导了当然有他们自己的团务委员他们自己的团务委员这个有点可惜了有点可惜但是还好我们有接上我们接上就是我们在去年10月的时候，我们有办了一期118级的辅导人员募章训练那这118级辅导募章全部都是由我们四大社团的这个干部了我们当初有去找这一些人来参加那其中有一位这个3005级是这个就是桃园地区的一个明年的总监他已经拿到了这个辅导募章已经拿到辅导募章那他开始也协助我们去推这么一块，就是这个狮子会的这一块了这一块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能够很投入的去帮我们推展反正每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这个作业所以我们的27届有一个委员也是狮子会的他还是训练员还是个持有人那花杰到后来也是没有
可能个人的因素啦，工作什么因素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帮我们推这一块。他说我们现在大概就是找新的。那这个是青商会，这个狮子会的部分狮子会的部分最后一个就是同济会。同济会他们本来就在国中、国小各社，他们会有去推一个叫做同幼社、同亲社啦。那因为它是同济会是相同的同它跟我们童子军的同一样那这方面我们是希望说配合着我们就是干脆那个他的这一些就全部改为童军啦用童军去做这方面的青少年服务因为我们童军是教育训练是有一套的系统那整个一个运作上来讲会比较有接续性，不会说你成立一个这个扶幼社这个同幼社或什么那你只是这个当着你这个社长你这个会长的意思，然后去推都是把资源给他们，这样去推，这样比较不容易有连贯性，所以我们在118期的辅导牧章也有找到几位的这个同济会的会长级或是他们的总会的人员协助我们来翻转这一块，翻转这一块这是4大社团这个同济会方面这是我们的这个是目前的状况。好，那现在组织发展委员会目前的这个目标组织发展委员会事实上它的全名是组织发展暨人口增长委员会这个在总会的委员会里面事实上都是这名称乐等是最长的，我都练不出来，练不出来。那只要人口增长当然跟组织发展有连贯性你组织壮大了，人口自然会增加所以他是把意思应该就是把两个放在一起，所以我们连贯性的组织发展及人口增长委员会，我们这一届的目标还是一样。首先我们会继续办理这个辅导牧章辅导牧章一直以来都是被这个所谓的要校长啦，要什么这一方面的人才可以参加那这样当然人家不认识怎么会去帮你去推，人家不认识不会去帮你推啦，不会帮你推，所以我们才会组织辅导牧章，就是由领导阶层就总监级的社长级的来让他了解童军的这个运作方式是什么那接下来马上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你这个4大社团我为什么要去推你童军，我为什么协助你童军讲我为什么推展你童军嘛那这个是我在上一届3年期间一直去拜访这个4大社团的总监所得到的一点点这个启示一个启示所以他这个讲的也不是没道理嘛也不是没道理而且我们的27届比较有一点方向有一点偏差，就是我去找总监谈他已经上任了大概2-3个月了，可是他剩下10个月你跟他谈好，他今年的工作计划都已经设定好了你跟他谈的效果自然不会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28届开始，我们就改变方向，就是找未来的领导人，找未来的领导人啊，由他们来参加辅导牧长，让他去认识一下，说，我们童军是什么？重点我会跟他们来交换意见，说这是更好的一个活动计划，因为童军需要人口增长。你社团也是在缺人啊，有参加社团的知道，现在到处在缺人啊，缺社员啊，缺社友哦。那与其你现在缺社友再去找人，为什么不往下扎根呢？小朋友就让他来参加童军嘛，他小啊，那我们童军在团集会设计上、活动设计上，当然有一些灵活空间嘛，比如你这个前进聚会，前进聚会就有很多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啊，意识形态的灌输，虽然讲的是这个我们无神论嘛，那当然也不是说灌输意识形态啦，就是你可以去宣导你这个扶轮社，你这个同济会，你这个青商会有什么好处嘛？有什么好啊？为什么要去做社会服务啊？这一些东西，从小你就可以去把它灌输这些。所以我一直主张说，团务委员必须是你社团的人，不要去说只钱拿给人家。那当然你不会有达到你的效果嘛，你不达到。那如果你是自己当这个团务委员的话，当然你可以去主导说你这个团的走向是怎么去跟你这个社配合，好，那这样就会更好嘛，更好。那这些总监级就比较愿意去跟你配合，比较容易跟你配合。但是你只有头没有基础人员，也你的令下不下去，下不下去，而且。总监来讲，他看的东西比较多，他要的东西也比较广泛啊，所以我们接着会去办基本训练啊，基本训练大概会从幼童军去办啊，幼童军跟志领这边去扎根啊，那这个就站在第一线的哈，因为我们的辅导牧长总监级的已经跟他接触过，最起码对童军是。有加分的效果有加分的效果那有加分的效果，基层的这个社长来推就比较容易，比较不会那么广泛啦，因为总监他要负责是所有的社的这个社务的发展，他看的是比较广面性一致性的广面性，在推展上，他的经费编列上就会比较困难比较有受到很多的限制那你如果基层由单位社来去成立的话我社长说好就好了说好就好了就 OK 了好，那个有一个社或一个会来成立我们也是希望他这个独立出去也就是主任委员不要社长来当了。不要社长来当为什么这个也就是牵涉到这个继承的这个程序的问题因为社长你们知道都是1年嘛，1年下一任的社长要是他也不支持你你这个团大概也是很难去经营很难去经营。那我们还是鼓励。依照我们童军的成团，就是5位公民嘛，5位公民就是5位主任委员，那5位主任委员来成立一个团务委员会，那当然就是挂在你这个社里面，社长支持，今年要支持就很好那你就给他挂主任委员那如果明年不支持，那对不起，没关系我们。团的运作是主任，就是团务委员嘛。那我团务委员5个团务委员我来运作那他就是不会受到这方面的这个影响那另外我们要找回这个失落的牧章人那也就是
潜在的木章持有人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他在随身的时候，他在罗浮的时候啊，他说以前的时候他是有木章啊，有拿到木章，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就没有搭上线这个红军的活动，那他没有团，也不知道怎么没有办法再去接触嘛。好，那我们就会从这个四大社团里面去把这些人找回来啊。那我们会再办一次四大社团的木章持有人联会啊。那从这个地方去把木章持有人再拿回来啊，拿回来的话，他在我们四大社团里面在运作上就会比较有利啦，好，比较有利。好，时间到了哈，有人在通知我了啊，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会在办木章基本训练啊，及木章训练啊，那大概就是先从幼童军开始，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些方向，好吧？那这个时间超过2分钟啊，这个。好，那个主持人，不要合照了吗？时间到了。好哦，时间管控的这么精准哈，这个太做实在太厉害了。好，那我这边来把镜头打开，我们大家来看镜头吧，然后一起来合影。看一下哦。好，都开好你们的镜头了吗？那个要 Q&A 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先大合影完了之后再来开始哦。好，都好了吗？好，那我先用一下我的相机，稍等我一下。好，3、2、1，好哦。头拉不到。好，再来一张，3、2、1，耶，好 ，OK， 好。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